借哪一用？随你用。撤！咱俩谁先谁后，出手也得分个主次吧。活的。 还好，不是四大宗师里的福将红甲。谁说不是？那这福将红甲应该更强才对啊！这红甲出自龙虎，是上古战甲。可是很少人知道，这红甲可以分成5具，对应5行：金木水火土。这是水甲，大雨倾盆，威力最甚。那2个打不过他的，叫他们让开，停手，回来。 朝我来的。这就完了。福将红甲一化为5，确实不如归一时强悍，可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被击败。这都没死。森神有死，这已经不算活人了。 他到底是人还是邪？这老头好强，我怕是对付不了。小舅子还真不好杀，宁杀没戏，再找机会吧。
幸亏我练的是刀，不然瞧见前辈刚才这2剑，怕是落下阴影了，再也没有提剑勇气了。你的刀也不怎么样。哎，呵呵，怎么样，小丫头？比不过白虎脸。那丫头是不错，可与我相差甚远啊。人家双刀舞的比你好看，嘿嘿，我也会漂亮剑法。长得也比你好看，啊，这也能比呀？所以我不做你徒弟，别想来。你的天赋真的不比外头那小子差，若跟我学剑，必成大器。我这身份，本事越高，死得越快。你怕姓徐的小子杀你啊？我看他舍不得。呸！那家伙阴险毒辣，什么事做不出啊？我教你啊，保你胜过他。不学，练武太苦。想学的时候记得告诉我啊。为什么非要教我？你天赋不错，还有那蛮不讲理的精气神也合我心意。嘿嘿。他呢？那小子天赋不错，只是心思太深，还得再看看。这2剑断了生机，可看上去还活着。怕是最后一口气了。兄弟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？看来是不想说。他不是不想说，是不能说。怎么讲？我看了，这人神智受损。神智受损？刚才出手可不像。看，整个甲州内部都刻了。是什么？其中奥秘，就怕要问车上的人了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那红甲人身上的。这面刻的是什么？瞧着诡秘，这世上怕是没人知道底细了。小子心思不正啊，拐弯抹角来探底细。前辈知道。知道你就说呀。这是真气，真气。这符箓是用特殊材料刻下，作用是流通真气。真气在这些纹路中流通，不仅仅是流通，还能储存真气。最奇妙的就是，这符箓将真气传入这里，脑袋里。所以说，外面那人不是天生神力。这红甲阴损得很，等于是培养一批死士，再用甲内储存的真气助其伤人，所以我才下了杀手。那里面的人，宁死也不会投降。人埋了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把那套甲带走了？如此手段，研究看看。前辈说这福将红甲一共5具，虽说这次只来了1具，难保下次不会全都出现。谁说这次只来1具？方才在树林里还有3具等着。就刚才？那为什么没出现？当然是怕了老夫了。等等，这样加起来也不过4具，还有一个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不好，宁峨眉。世子，世子，遇袭了。世子，有一红甲人偷袭凤子营，结果如何？是在下无能，凤子营死伤了40多人，都无法留住那个人，只是将其逼退，最终还是被他逃脱了。宁峨眉甘愿领罪，只求世子饶了凤子营剩余的将士。
按北凉军律，作战失利、兵将无能，适合责罚。最少鞭打，最重斩首。我们这边也遇上了洪家人，他们两个对此可是束手无策。你能将其逼退，已是难得。我再多问一句，激战中，凤子营可有未战后退之人？一步未退，只有战死的凤子营，没有逃命的北凉兵。好，死伤过半，勇战不退，可称骁勇之士。此战凤子营勇战得胜，有功无罪。起来吧。宁儿没替凤子营谢过世子。你把剩余将士带回北凉吧。现在看来，此去东行怕是条死路。北凉铁骑何曾怕死？阵亡的士卒要不要回家？你把他们带回北凉，然后再赶回来。我会放慢速度等你。身迎清风，听说他和他爹势不两立，这一脉顺下去，或许有好处。算了，还是先杀小舅子要紧。路过的，并无恶意。杀气还挺重，好盔甲，好刀法。不打了，能麻烦问一句，为什么要动刀？我们认识吗？刚睡醒，脾气躁，这会儿呢？刷不掉，睡觉。阁下贵姓？小路更近，能早归回山。走小路。
袁庭山，小姐这是要回山，回山又怎样？还是别回了。你只是我轩辕家的门客，敢拦我的路？我也是听令行事。听谁的令？老祖与古牛将大水平亲传调令要我回山，轩辕家谁敢违命？你说呢？我爹让你来的。我若非要回去呢？回不去的。杀性都重，谁家有这般的？你们是谁？我家公子是来救姑娘的。阁下是谁？人在问你话呢。要不然我不露面。那你费劲救人家干嘛？你想啊，当年我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而温华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他就追着我们打了几条街。这如今我救他一命，也算是扯平了吧。多谢阁下相救，还请当面道谢。是你？你给我站住！老黄，放箭！温华，姑娘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好屁股、好生养，那都是夸人的好词儿啊。看什么看？哎，不只是屁股，你看这腰也好，杨柳、水蛇、黄蜂，这都能对得上。好身材，好曲线。杀了你，臭流氓！哎，轩辕姑娘好呀。哎，等等，姑娘你记错了，当时怎么是我一个人呢？明明还有一个老黄，还有一个温华。那些话都是温华说的，我最多就在边上竖了个大拇指，帮了个腔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你，姑娘，我也是交友不慎，咱们都是受害者。你还敢出现？这不有缘吗？后会有期。蜀秀，魏爷，放心，他逃不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
就差那么一点儿，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姐姐白疼你了。那要不我来心疼心疼姐姐？小嘴真甜。就跑了，调戏到老娘头上了，就在前面，追！你是北凉徐凤年？我这个身份人人喊打，用不着假扮吧？刚才要拦着你那个人是谁啊？与你何干？看来是有人不想让姑娘回辉山，不如同行。这一路可不好走。你许萧儿子？姑娘是彩礼清楚这关系？这么看来，是有些像。姑娘，你说什么？你也上辉山？我去龙虎，一江之隔。刚好，同行一段。哪儿去了？过河了。多谢前辈。知剑法还是暗器？36天罡桃木剑阵。桃木剑阵为什么用玉剑？这不显得贵气吗？把人给世子带去。好。不可能啊！我这全力一掌，就算不死，也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的逃走。别装了，你又没晕。我真要杀你，刚才就不会救你。干嘛救我？你动刀偷袭的是北凉徐凤年。有机会联手再杀一次啊！我要是不跟你联手呢？我不勉强别人。不过你想清楚，你对他动了刀子，北凉会放过你吗？轩辕家会为一个门客与徐骁为敌吗？你什么时候动手？下次见面再聊。希望你能活到那时候。你不等你的那些手下了？他们赶得上来。姑娘这么着急回辉山，是有要事在身。算是。拦你那人是谁？袁庭山，我家门客。门客拦主人？应该是我爹让他拦的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轩辕家的大事会不会不方便让我知道？会。当我没事。北凉的可想伸进辉山？喝水吧。不用。
望是见光顾着生气了。你仔细看你的面容，有什么可看的？你这面容，我娘应该喜欢。我歇会儿。你看，人到了。你家的船？清风归山，做叔叔的陪着你爹亲自来接你，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回来了。老祖宗要收清风，谁也拦不住。声音最大的那个就是你三叔轩辕敬轩吧？听说这么多年，轩辕家一直由他执掌家业。别的不说，嗓门不错。多谢许世子，告辞。这就走了？许世子，辉山不会跳进浑水，也不会依附北辽，就此道别。黄门儿，他看什么呢？大哥。送你女儿回来的这小子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未曾见过。想必又是借机讨好辉山的江湖子弟。清风，黄门儿，黄门儿，哥，这是对兄弟啊！这么巧，还真是小王爷，他不是怕水吗？哥，前辈，送我一程。嘿。没想到老夫的两袖青蛇竟然成了坐骑了。收钱啊！嗯，租牛租马都要收钱，你可别便宜他。哦，小丫头。哥，哥，不是怕水吗？已经不怕了。山上啊，有些山楂已经熟了。自打那天起啊，这孩子就天天在江边等你，等着等着，他就不怕水了。了不起！啊，哥，有鱼。咱们入乡随俗，吃点斋饭就行了，别让你师傅为难。没事，老道士师傅不为难，他会做鱼汤。哥吃鱼。哼，这天天吃斋菜也不是个事儿啊！上龙虎可别提鱼的事儿啊！好仙，没人提鱼。哎呀，把鱼放下吧。
赵熙团，龙虎寺天师。我听说赵熙团收了徐骁的儿子当徒弟，徐凤年。哎，用不用等他们？咱们先走，他们会跟上。好嘞。你的女儿怎么会认识北凉世子？我也不知。走了。回山，清风离家数年，今日归山，我也是放心了。与你同行的是北凉徐凤年，是。与他是旧识，之前见过一面，不算熟悉。是吗？不熟还送你回山啊？或许是顺路吧。顺路。清风啊，咱们轩辕家传承数百年，可不能把命脉交到别人手上。三叔高见。二叔。清风啊，你还真有面子。你二叔平常可是不露面的。明日老祖召你入问鼎阁。回二叔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明日便去。是。你二叔全心习武，在这灰山上，除了老祖宗，就没人在他眼里。清风，将来你可是老祖宗的亲传，轩辕家说不定就想交到你的手上。三叔才是轩辕家的擎天玉柱。你们父女多年没见，好好聊聊。我去看娘。清风，什么事？那徐凤年对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就问这个？你若投靠，可有把握让徐凤年支持你？合纵连横，书里读来的。想用我换北凉支持，让你有机会夺回嫡子长孙的世家之权？听说你们家丫头要下山啊，被老二给拦住了。你没事也去劝劝她。轩辕家养了她这么多年，也是该回报家族的时候了。轩辕大盘没想着就此罢休。知道。那老家伙想要收了这一代所有的女娃，你们就这么认了？他是天象境，有他在，就有轩辕家不世威名。他满意了，就还是轩辕家老祖，轩辕家就还有传承。若失义理，何来传承啊？这话谁说的？书里读来的道理。你读书能读出天象境啊，大哥。清风入了老祖房门之后，你们大房一脉就没了依托。你那点人脉，从今以后就交到我的手上吧。我比老二有人情，不会太为难你。
你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吧？别让我为难。你若想不明白，我可以去跟嫂子谈。她那么瞧不上你，这些年过得也是辛苦。其实，读书也能读出天下界。哥，山楂，只说这几个。这孩子呀，天天守在山楂树旁，就等着摘给你吃呢。好吃，谢谢黄马。咦，怎么啦？有意思。北凉世子，是我。长得确实像，形不过4、5，神似却有8、9。阁下哪位？轩辕敬城。原来是伯父。您不是不会武功吗？怎么还飞过来了？我家有幅画像，你与画上的人相似。我没明白。我家画上那个人，与你却是息息相关。瞧你长相，确有神似之处。您说的是谁？看世子眉宇间，有王妃当年的风姿。闭嘴！二叔把下山所有的路都封死了。他们要把你献给老祖，怎么会让你下山？爹说的那些话，我本来还将信将疑，现在看来竟然都是真的。娘，你有下山的法子吗？我要是有法子，早就走。所以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？北凉世子送你回山的。您的意思是，走徐凤年的路子？
轩辕家的事他怎么管？他要是不想管，又怎么会送你这一程？根本没办法下山，我怎么求他呀？不帮你哥，不要，你大手没枪打仗。你怎么知道？是这么知道的。不打了。原来剑神的两袖青蛇已经有了传人。被这小子用得一塌糊涂。骨子里是对的，世子心性根骨乃是一时之选，假以时日，必定传承剑神的衣钵。哎，根骨比不过这小子。天生的金刚镜，非凡人能比呀。既然不是来打架的，就少说我娘闲话。不是闲话，是实话。你和你娘确实长得像。长得像跟你家画像有什么关系？不瞒你说，我家里那幅画像，画的就是你的母亲。你见过我娘？卓金见过，是她画的。等等，你家夫人怎么还给我娘画了画像啊？卓金当年与北凉王妃相遇时，可她做的是男装打扮。一直都不知道。等知道的时候，卓金已经对王妃情根深重了。可那已经知道不可能了呀。所以他将记忆里的人给画了下来。对他来说，他想留下的，只是记忆里让他心动的那个少年剑侠。所以他一直喜欢的，都只是画中人。你想干嘛？轩辕大盘要和清风双修。轩辕大盘多大年纪了？已经100岁。他还要不要脸了？这事要传出去，有多少人看轩辕家笑话？轩辕大盘是天象教，谁敢笑话？只要武功高，就不必在乎礼义廉耻。可不就是这个道理？所以呢？你能不能下山，帮我给徐丰年带个话？不能。我还没说内容。就算北凉对轩辕家有兴趣，为什么一定要找你？徐家可以直接找你2叔3叔谈。徐丰年真的会为了你，去得罪一位天象境大高手？你只有一条路，连夜和我成亲，让我入赘轩辕。你一直等着这一天。如今灰山上，除了我，谁敢娶你？过了今晚，再没机会了。好，拜堂。晚上，这会儿会被人拦着。
这轩辕大盘是想让轩辕一族的后代都变成自己的血脉，所以他想要的还不仅仅是你俩。这种家伙也是天象境大高手，武功境界跟人品没关系。靖川先生，你这次过来，不会是特地找我们说自家这点破事儿吧？我要杀了轩辕大盘，他可是天象境。20余年，我已经学尽了温定阁的秘籍功法。你有把握杀他？再等5年，我能杀他。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这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我是活不成了。我不畏生死，但是心中终有挂念。你的妻女，我死之后，妻女下场如何，不得而知。幸好世子来了，天底下只有世子能救得了他们母女。我为何要救？轩辕大盘死后，我女儿将会接掌徽山，可她太年轻，需要时间扎稳根基。这段时间，世子可将清风作为牵线傀儡，掌控轩辕一族。从此以后，徽山一脉尽在北凉掌中。谁说北凉要徽山了？世子有什么顾虑吗？你还有2个弟弟，尤其是这个轩辕敬轩，掌控徽山多年，你女儿无依无靠的，就算有我撑腰，也未必斗得过他们。也有道理。哎呀，你们说了半天，我都听明白了。你不想把你女儿献给轩辕大盘，那用不着打打杀杀呀。你把女儿接上山来，嫁给世子，那不两全其美吗？是不是啊？轩辕大盘想要的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清风嫁不嫁人，他无所谓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全家都投奔我们龙虎，他们是邻居，相互搭把手，帮个忙也方便，不是吗？龙虎山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我们龙虎出手，定能保你女儿安全。龙虎离徽山太近了，你们插手，轩辕家再无出头之日。就只有北凉？只有北凉。那你那2个弟弟怎么办？我先杀了轩辕敬轩。什么时候？这就上山。1个时辰之后，我将登上孤牛大港，和轩辕大盘决一死战。轩辕进城，请北凉世子观战。我若不去呢？世子就是轩辕家的命数。这要真是有诚意啊，就应该把轩辕清风带过来当人质。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家伙就是甩了个鱼饵过来。徐凤年终究是北凉世子，只要他在1个时辰之内登上徽山，就等于宣告天下，插手轩辕家族之变。等到时候要再想后退一步，可就难了。可是轩辕家族不和，这也是真的呀。何不静眼旁观，等有了结果再做打算？1个时辰之内我不上山，就错失了掌控轩辕的机会。上山有风险，不上怕遗憾。黄毛儿，你觉得我应不应该上山？哥想不想上山？想啊。其实徽山之行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如今轩辕大乱，更想亲眼看看。想就去啊。说得好，想就去。上山！世子，
这碗可是惯例账，一个2文钱。娘，今晚我就成亲。你无路可走，大不了我一死了之。你舍得死吗？三叔，求您给我留条活路吧。你跟着老祖，高深武艺随你挑选。但我不愿意。谁让你生在轩辕家？嫂子，你可知道我大哥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与我何干？这些年啊，让你跟着大哥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的这份心思，嫂子应该知道。三叔你，我那书呆子大哥哪懂得女人的心思啊？人心一生寂寞，我说的对吧，嫂子？放手！大人的事儿你别管。放开我娘！你别动他！世子，轩辕家门客众多，既然要上山，要不要把凤子营带上？我游览辉山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还要退路。要是把凤子营带上，性质就不同了。那怎么不让小王爷跟着？真动起手来，怕他收不住。明白没？你觉得要踏平这座山，需要多少人？已经足够了。长幼尊卑，以后可得记住了。嫂子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你想清楚后果。老祖宗传话，明日起，轩辕家主的位置就正式托付给我。从今往后，我不用在乎后果。走。这时候走，还有什么资格管你叫娘？你要是再动手，我就打折你的手脚，亲自把你送到老祖宗房里。何苦呢？等等！我若不死，必将杀你。轩，大哥，你从小性子就着急了一点儿，有些事未到尘埃落定，就先别着急下定论。等什么尘埃啊？等你吗？轩辕大盘赐你丹药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瞧得出来。老祖宗赐我丹药天冲气海，如今我也是指玄境，也算是有资格做轩辕家主了。这般拔苗助长，实属无根之木，对武道长远有害无益的。那我还得谢谢你提醒啊！这般着急，会毁了轩辕家的。那要怎样啊？景轩，你现在离开辉山，退出家族，我留你性命。这么多年，你连这个院子都不敢进，我就是当着你的面，打断了你女儿的手脚，再要了嫂子，你能怎么样啊？人山上下，家族内外都当扣了。
这雨下的也算是及时，正好洗得干净。我看你是彻底疯了，你居然敢！这个家族是该变。二爷，有人看到三爷去了大房院子，起了争执。无可救药，眼里就只有这点破事，去看一眼。二爷，二爷，北凉世子徐丰年正在上山，巡山的门客请示，拦不拦？召集门客。是。原来你会瞒了我们这么多人？没瞒过，是你们看我只念书，就认定我是个废物。读书就能读出真气内力？差不多吧。终于要出手了，不破不立。辉山已经被轩辕大盘带上了一条岔路，今天就由我来拨乱反正，重归正途。好大的口气！论武学，你跟金玉加在一起都比不上我。那就把你的天赋拿出来瞧瞧。你是指玄，我便以指玄镜杀你。这怎么可能？空有功夫缺了心劲，枉费了这拔苗助长的指玄镜。景轩，你刚才这一掌还比不过北凉世子那一刀惊艳。东老大哥，我去和老祖禀报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。我会杀了轩辕大盘的，家族复兴得留几条性命。我给过你选择。东老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。我去和老祖禀报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。死了。好汹涌的江湖啊！自此而上，便是我轩辕家私宅。敢问世子因何上山？这儿离那老头的贼窝还有多远？不算太远，再往上走就是古牛江，那处有块平地，是为大雪坪，轩辕大盘就在那里。就瞧瞧这古牛江大雪坪的风景。李淳刚，世子，这是要马踏灰山吗？你看我带马了吗？古牛江，乃我轩辕一族老祖所在，不容外人涉足。下雨了。什么？有伞吗？借来用用。每年酿的一坛当归酒送过来，
当真一口都没喝？忍到现在才敢出手，这酒确实不错，可以尝一尝。不是不敢，家族确实亏欠了轩辕大盘。本来这个老祖算是镇住了回山，可没想到他竟动了这样的心思。怎么？小人只是来通传消息，徐凤年已经到达山门，二爷率领众门客正在与其僵持。来了就好，你去吧。是。你把徐凤年带到古牛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徐凤年要对轩辕大盘下手。清风，以后你娘就交给你照顾了。轩辕进城，你去哪里？古牛将，大雪平，圣人有云：一无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这陈年旧物，是应该要扫一扫了。您要动手，他是天象境。管他什么境，谁都不许动我女儿。这辈子娶你，我不后悔。伞可以给世子，还请世子返身下山。我今日要是想看风景，就必须看到。麻烦让路。这儿不是北凉，拦住！爹要跟天象境动手，徐凤年又怎么会上山？自然是为你请上山的。为我？轩辕大盘如果死了，凭你个人之力，无法接掌回山。前提是轩辕大盘死了。他若未死，你可以跟徐凤年下山。我要带他上古牛将。娘，您不上古牛将吗？不去了。万一爹真的杀了轩辕大盘，您不想亲眼看看吗？你忙你的吧，娘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人生当苦无妨，良人当归即好。我家世子要上山，烦请让路。你不出手吗？这小子想看风景，干我何事？我干嘛帮他？世子得罪了。停手！让他上山。这儿还轮不到你来决定。老祖下令，
让徐凤年登古牛将。老祖让他上去。这种事儿我怎敢骗二叔？让开！我来带路。走。终于走到这个地方了。轩辕进城，请老祖宗现身。轩辕大盘不知道我要上山吧？临时扯的谎。如果轩辕大盘死了，这谎就没人知道。那他要是没死呢？那就什么都结束了。谁还会在乎一些谎话的？哎，老头，哎，你觉得他身段好吗？好身养，比你强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还在长身体。没事，徐凤年不在乎。谁要他在乎啊？这么多年，倒是小瞧你了，是为你女儿来的。轩辕家近100年威望，全依仗老祖宗支撑。我代表轩辕一族，谢过老祖。你女儿就是谢礼。然而这条路走错了，错又怎样？轩辕进城求战。进城读书可曾读到天地共鸣？你可知到哪一步才算是天象境？是否天象，一试便知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否熬过半招。跟谁动手？开始了，你觉得谁能赢？我当然希望我爹赢，但轩辕大盘是天象境高手，诸般武学无不精通，要赢他，谈何容易？我愿只身探昆仑。天象境真能凭心意改天下？只是凑巧撞上打雷天而已。要真能呼风唤雨，这天下就没旱灾涝灾了。反正我也不懂，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三爷死了，是轩辕敬城所杀。胡说八道！那书呆子人呢？上大雪坪了。不可能！李前辈，这轩辕大盘到底什么水准？当年斗剑他输了，这以后我就不知道了。瞧着比当年长进了。那他爹呢？他爹山下条件还不是天象境。那岂不是输定了？
境界未必能决定一切。轩辕大盘跟王仙芝都是天降境，人家一只手都能打赢的。那您呢？我一只手也行。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吧？气行逆海，这一战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已是必死之身了。还请老祖陪我同去。就凭你这投机取巧堆出来的天象镜，这怎么变3道了？快有结果了！生死胜败就在眼前了。真的是他！这是要赢了！老祖小心！成了！你不惜性命，全力一击，又可曾伤得了我？你也来了，正好。等杀了他之后，再与剑神一战。既然天象镜杀不了你，那么就再上一层。天象镜再上一层，便是陆地神仙，连王仙芝都没到这境界，你怎上得了这一层？老祖，
可曾听说过昙花？初开便败，刹那芳华。这便是陆地神仙之地。陆地神仙，这经典说上就上吗？哎，他这是用自身气血为星柴，燃起星火，登临绝境。可就像他自己说的，初开便败，他的性命也到了最后一刻。这不可能，就算是不惜性命，也不可能真的达到陆地神仙之境啊！从善如登，虽难可达昆仑。老祖宗真的应该读一读那些被你视为无用的书，若不能明了事理天心，你一辈子都不能登临此境。你也配合我讲大道理？老祖还有什么遗言留给徽山？就算你现在是陆地神仙，又能活多久？只要我全力躲闪，你又怎么能杀我？到头来，还是我亲眼看着你不甘而亡。打不过就躲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是知进退。要是换做您呢？用剑之人，只进不退。这也行，还是用了天使。若真是陆地神仙，靠自身就能杀的，已经很了不起。你现在还能活多久啊？爹，等，我可以让青春做家主，我可以发誓永远不碰的。请老祖升天。
老祖离世，家族不可一日无主，如山重担，只有我来承担。来人，将这谋逆者的女儿拿下！等等！北凉徐凤年，愿借天意，主掌轩辕。抬走。是。夫人，轩辕大盘死了。他什么结果？大公子他以一己之力搏杀老魔头，同归于尽了。你是来投靠的？大公子说，他若战死，这锦囊交于夫人。世子，这是辉山，不是北凉。轩辕敬城欺师灭祖，罪不容恕。他的女儿怎能执掌辉山？就算撇开这不说，家族的诸般事宜，向来都是由我和老三共同打理，千头万绪，他如何接手？就算他站上了高位，族人又有几人信服？世子身份尊贵，有您在，自然能压得住一切波澜。可您又能守在辉山多久？他说的挺有道理啊。若我做了家主，也愿与北凉结为同盟。至于我这侄女，可以赠与世子。你家长辈都挺不要脸的啊。我二叔心性桀骜，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我爹和三叔爷也离世，再也没人能压住他的野心。北凉与辉山相隔甚远，他一定会甩脱北凉控制，甚至会反身咬上一口。这样的盟友，你敢要吗？哼，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啊？他问你话呢。哎呀，这话不好回答呀。怎么说？这丫头要是说忠于北凉，轩辕家会不满；要说一心为家族，那徐凤年干嘛帮他？那不是选什么都错。
殿下也该想想，有朝一日，陆国和徐凤年，你们会怎么选？齐兆叔叔，华莺莺，别人听不见。你也听见了？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曹长青能放心吗？这一路他都在。我轩辕清风发誓，若我执掌轩辕，必定竭尽所能，振兴家族，让轩辕家屹立不摇。大话谁都会说，你凭什么做到？我为家主后，问鼎阁将为全族开放，即便是门客也可入内研习武学。我为家主，我们真的可以入内太楼吗？我们也能研习武学了。振兴家族，只怕家族成了别人爪牙。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辉山孤立无援，此时依附北凉，也可保轩辕家平安。但我于此发誓，轩辕不会永远做别人棋子。等下一代天象镜出现之前，轩辕家将会全力配合北凉行事。那要是有了新的天象镜呢？有了天象镜，条件再谈。实在。轩辕家主之位，可不是二位这么说话就能定的。到头来，还是要看家族中人心中意愿。诸位，若轩辕家由这么一位黄毛丫头来做主，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？请各位扪心自问，谁更适合接掌轩辕？这还用选吗？长幼尊卑，常为一族之本。说得好，长幼尊卑。清风啊，你且听听，这才是人心所向。呀！要是说长幼尊卑，大公子才是嫡子长孙，大小姐名正言顺，正该是轩辕之主。轩辕敬义身死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不是我，还能有谁？你爹不简单啊！雨停了。天变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轩辕镜城和轩辕大盘同归于尽。
轩辕清风将要执掌轩辕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你？不可能。相不相信都可以，可留给你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。厚葬二叔，大小姐放心，拿下袁庭山。是。父，是。相信吗？为什么来通知我？帮你啊。为什么帮我？徐凤年夺你机缘，恨不恨他？不如一起杀他。我不是傻子。嘿，你想要绝学，我能给你；你想要前程，我也能给你。人走了，走。反正你也无路可走，跟我过江吧。有惊喜给你。都起来吧。我说话算话。从今后，轩辕族人皆可进问鼎阁研习武学。门客凡有功绩者，亦可入内。这下好，你真不怕将来有天才横空出世，鸠占鹊巢？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。我既然做了，就敢面对任何结果。有几分家主风范？先生是？贱民不足挂齿。在下当年犯错，连累家人，是敬成兄救我全家性命，如此恩情，自当回报。我爹给我的。是。我也有。敬成兄说，轩辕大凡死后，若世子雪中送炭，这锦囊便交于世子。神机妙算啊！你不打开？世子还未回答，您想要什么？人多眼杂，要不单独聊？小姑娘，赏花呀！甜的。什么？我说这花里有蜜，尝起来是甜的。
我小时候嘴馋就总摘了吃。人家姑娘家都赏花惜花，你就想着吃。我命苦，就爱甜。是甜，哎，我爹最爱读书，这是他常坐的位子。他看书累了，就总爱望着这边的窗外。好像也没什么呀。是啊，这窗外不平江，无山色，也不知道他天天看的是什么。他心里想的，我从未明白过。做爹的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什么都自己安排，自己扛着，又不愿意说。大概是这样吧。写的什么？门客族人的性格喜好、生平际遇，大概是来把握人心的。大概准备了很久。徐凤年若贪念无穷，切勿相争，可投龙虎山。从此清明，你娘若不愿上坟，不必勉强。不能相濡以沫，便江湖相忘，一时幸事。打你出生，爹在桂花树下埋下一坛酒，1年1坛，至此23坛矣。私下取名女儿红，可好？莫怪爹唠叨。这些年，爹每年和你说话不过5、6句，心里攒了好些闲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清风，爹最可惜的是瞧不见你成家生子。若有将来，孙子叫扶摇，孙女叫雅颂，可好？他们想学文就学文，想习武便习武，人生苦短，糊糊涂涂过一辈子，就很好，总好过爹这样。一生求而不得，愿憎相会。怕你生厌，不再多说。祝玉岁安好，无病无灾。我明白了。从这窗外看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但一直往下去的方向，就是我和我娘的院子。给世子留的什么？
你这个爹呀！辉山没落，世子若想取而代之，只求留小女一条性命。轩辕大盘府内奇珍秘籍，尽献世子。大雪屏上便是轩辕大盘的住处，世子可自便。我不要辉山财宝，也不要轩辕绝学。那就是要我。门外青鸟，论相貌不输于你，5亿远在你之上。虽然话不多，但是知情识趣，才智双绝。像这样的丫鬟，小爷我府上还有6、7个，我要你干嘛？那请问世子，究竟想从轩辕家得到什么？你等我一下。真甜。多吃点。请。陈娘儿，来点。好东西。请。干嘛？有事。您这是采蜜呢？挺甜的。前辈，您好歹是个剑神，别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。来点吧。哎，来点吧。别客气，来点。我家丫鬟。不瞒你说，西楚公主。别瞎说。你想要人家帮忙，你的身份瞒不住。亡国公主，怎么帮？这几日她就要回西蜀，千里路遥，最快最安全的走法，就是走水路。把她安全送到，就是要你帮的第一个忙。我自己能走。曹长青虽然武功高，但终究不会照顾人。有他们家的船，你路上安心些。官子无敌曹长青，世子这是敲打我呢。聪明人，不用兜售船。世子只伞镇辉山，就是为了身边人，够用心的。没办法，我家丫头还欠我钱，不能出事儿。谁欠你钱了？这么多年吃喝不花钱吗？那你列个明细，我有钱还你。得算利息。不管你怎么算，我都认。北凉世子，西楚公主，这谁能想到？想到什么？没什么。世子何时用船？开口便是。等我下了龙虎山，就该走了。你还要登龙虎山？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真要杀，我绕着走也要杀的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世子还有什么要求？确实还有一件事儿，也要轩辕家帮忙，也是用船。又送人？不，这次是接人。哪位？不止一人，不止一处，会比较麻烦。天下水陆皆有轩辕，不管接谁，世子尽管开口。时机到了才能告知。怕我泄密？我准备的事儿，谋划太久，牵涉太广，只能放在这里。不到最后关头，谁也不会告诉我。掌门，
赵熙团到了。你怎么不出门啊？闭个关！你闭关啊，还让我上山来呀？哎，是我请您上山商量大事儿。哦，单凭回山了。哎，大不大事儿先不说，门口那字儿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才听掌门说了，是个小和尚写的。小和尚？对呀。前几日小和尚带了个小丫头，登山论法来的。两禅寺来的。小孩心性，论法在乎胜败，还赌了输赢啊。论输了吧？输了2场。让小一辈和他辩论，小和尚尚有几分慧根呐。小和尚是书画双全呐。哎，那为什么要写东西最好啊？东西是那小丫头的名字。哦，大脑袋呢？小和尚画自己，逗小丫头开心呐。有意思。那为什么不把它擦了呢？留着也好，让小一辈们有点羞耻心。哦。好了，论法之事暂且不提，咱们先商量正事。哎，我已多年不问事了，还特意把我召上山来，这该多大的事儿啊！也不算什么大事儿。哦，就是杀个皇子，再加个徐凤年。才下回山要上龙虎，这一天可够忙的。前辈，这龙虎山不好上，更不好下。我先跟您交个底。这龙虎山呢，明面上就4大天师，掌门赵丹霞，辈分第1赵希义，还有一个常年驻守京城的赵丹平，再就是黄毛儿的师傅赵熙团赵老道。他们4个应该都不是天象境，但您也说过，境界未必代表战力，他们4个可能不弱于轩辕大盘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您也交个底，这4个一起上，您打得过吗？我干嘛跟他们打？那万一他们要害我呢？干嘛要害你？当然是为了天下平乱呀！平乱？可徐凤年一死，徐骁必然会马踏龙虎。北凉的铁骑，谁抵得住啊？可以不用真死啊！什么叫不用真死啊？为了徐凤年一身大黄庭，将来徐骁身死，北凉必起内乱。哼！徐骁已经安然离京，正在返回北凉的路上。既然朝廷都不动手，我们龙虎山何必要趟这个浑水啊？此乃国运之政，怎能畏首畏尾？这话是谁说的？当朝宰辅张居禄。这件事关系到黎阳朝未来的国运，你们龙虎山既然承受了朝堂的好处，那就该为国尽忠。这是借刀杀人，所以我说了，只废大黄庭，可以留性命。我们龙虎山不是他张居禄的门客。您有没有想过，徐凤年一身大黄庭，传自武当，他若接掌北凉，武当必将趁势而起。我们只要防患于未然呐，事成之后，可以将这一切推到张居禄的身上，让他来承受徐骁的怒火。哼，徐骁不是傻子，将来呀，这北凉必然成为我龙虎山的死敌。您可别忘了，这徐龙象可是您的徒弟呀。哎，
别动我徒弟啊！当然不动他，非但不动，而且还要好好教他。徐骁只有2个儿子，徐凤年一死，接掌北凉的只能是徐龙象。此事若成，宰府欠我龙虎的恩情，朝堂要赞我等的忠心，武当从此没落，北凉之主最终将是我龙虎门徒，这一石4鸟，必将成就我龙虎100年之计呀！掌门，该下决心了。我闭关，这些事儿你们商量。赵熙呢？也闭关呢。哎，我还是觉得徐凤年这事儿不妥呀。已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你刚才说还要杀一个皇子，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私生子。不为人知？你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你到底是什么呀？赵凯，当朝皇族姓什么？也姓赵。就凭这个姓氏，你说我能不能给你前程？再看这边，有前辈在，还缺什么绝世功法？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杀徐凤年。不能杀。是，不能杀。不过，毁他大皇庭总可以吧？徐凤年身边护卫不少，我打不过。没有让你打，你只要把他引到这里，自然有前辈亲自动手。为什么是我？徐凤年刚下灰山，你就跟他说轩辕清风另有阴谋，他绝对有兴趣。毕竟，他知道你曾是轩辕门客，之后你只要把他骗到这里，即可。徐凤年身边是李淳刚，旧日见神，不知还有当年几分神采。简直莫名其妙嘛！怎么？徐凤年要废，赵凯也要杀？赵凯要想挑起天下战乱，借其浑水摸鱼，此人是祸根，不能留。可终究是要杀一个皇子啊！可以推到徐凤年身上，更是异想天开呀！掌门，此事稍有不慎，我龙虎山便有颠覆之险，还需从长计议呀！当断则断，别再计较了。徐凤年已经到了府门之外，我亲自动手。你这是跟我商量吗？你早就准备好了。都叫我青瓷学师，只记得我手中笔，却忘了我也提剑。龙虎山怎么是这风格？这画看着眼熟啊！有请世子入府。这气氛可不太对啊！前辈，4天事你不怕吧？怎么没让江离陪你上山？我带他来有什么用啊？曹长青虽未露面，却始终护在江离左右啊！你带江离上山，龙虎山若对你不利，江离不会袖手不管，那么曹长青也不得不出手。
你那么聪明，这事应该看得明白吧？其实我不太聪明，这种事儿我也不想扯上江宁。徐凤年，怎么了？曹长青曾经提醒过江宁，有朝一日，或许要在你跟楚国之间做个选择。他怎么选？不到那一刻，怕是答不出啊。也是。那么你呢？江宁和北凉，你怎么选？我为何要选？北凉郑国江宁西行，终究要对上。这人间黑白不明，对错难辨，哪来什么必选之决？我徐凤年不会让自己走到那一步。北凉和江宁，老子都要。走吧，前辈，请千师傅逛逛。前辈，原来可以都要。前辈，你没事吧？多年前，我来过龙虎山。我听说过，您上龙虎山挑战当年掌门齐玄真。其实我是来找他要续冥金丹的。救人？是啊。救成了吗？还没见到齐玄真，人就已经死了。那人对你很重要吧？怎么死的？被我亲手杀死的。他死了之后，我还是去见了齐玄真。我逼得齐玄真与我论剑，仿佛4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当时只讲了武道剑理，并未动手。可我却剑心大乱，输得彻彻底底，甚至境界都跌出了天下。之后下山与人交手，断了手臂。如今想来恍如隔世啊！要不是齐玄真乱我剑心，又何至于此？乱你剑心的，真的是齐玄真吗？当时如果认识你，知道人可以无赖到全都要，大概会不一样吧。对你很重要那人，你为何要杀他？是他想杀我，却又收了手。她是我仇人之女，相遇之后却下不了手报仇，要么杀我，要么被我杀。她选择了后者，还挑了个好时机。怎样的时机？当时我的木马牛被王仙芝折断，他怕我坏了自信，选了这个时候与我交手，还死在我剑下。你没听懂。当时他与我齐名，并列天下4大宗师。枪神王秀、福将洪甲、叶洪庭，
丰都绿袍。是。他以为这样可以让我重燃斗志，是不是可笑？徐凤年，你跟江宁千万别走这么蠢的路。不如咱们打个赌。不管命运使然也罢，天意弄人也罢，我徐凤年总要选自己想走的路。赌注是什么？好好活着，看我疯狂！混蛋小子，走吧，前辈，陪你故地重游，再逛一次天师府。老天师，介绍一下。赵丹平见过李前辈。青瓷学士赵丹平赵道长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京城待得不顺心？李剑神当年一剑震天下，肆意洒脱，叫人神往。却不知，如今怎么成了北凉的护卫了？你是我儿子啊？既然不是我儿子，如今我想做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哈哈，您说的也是啊。大黄庭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姓大，我姓徐，徐凤年。这真气也是难得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恐怕再也见不到了。赵道长，这是要瞎？我可以不要你的性命，只要消去你这一身大黄庭，之后就可以放你下山。老天师，这是你们龙虎山的意思？掌门并未下令。赵丹平，你不可一意孤行啊！掌门闭关，些许小事，我来做主。我觉着不行。李前辈，这里可是龙虎山。刚才我在门口想明白了一件事，然后跟这小子打了个赌，我得看他未来的路怎么走，所以你不能动他。可你现在连剑都没有。谁说的？剑来！
李成刚重入陆地剑仙之境。陆地剑仙？他不是境界大跌了吗？不是连天象都不到了吗？怎么会成了陆地剑仙？剑神啊！不用把徐凤年再引过来了。若此刻与李成刚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总要换条命走。晚辈明白。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。武帝城，王贤佩曾经折断李成刚佩剑怒马牛。如今李成刚重入剑仙境，到了武帝城，怕是要和王贤佩再战一场。到时徐凤年身边可没第二个剑神了。李剑神登临剑仙之境，何其可贺！龙虎山从未想为难世子，今日之事误会而已。你是哪个？出来说话！贫道赵丹霞正在闭关，不便现身。原来是新一任的龙虎山掌门。误会。前辈，贫道只是好奇剑神如今的境界，才稍作试探，还望前辈见谅。你是龙虎4天师之一，虚名而已。这一代的天师还真是了不起啊！前辈谬赞。那我们走了。前辈，请便。走了。下山。老天师，好好照顾我弟弟，别欺负他，我脾气大。走了。前辈，还是把剑留下吧。